怎么样？是要一个呢，还是2个都要？不许动！警察！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要开枪了！再不站住，我就真的开枪了！把刀扔了，手背后。走。说一下吧，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儿的人呢？高文强，46岁，南石市岭南高家堡人。那辆奥迪车是你给于杰提供的吧？是的，工作需要嘛。有了车，干活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吴月涵、白兰兰、傅全期这3个女孩，也是你让于杰给绑架走的？没有，我没有让他绑架过什么人。我给他车就是方便让他去偷尸体而已。你说的那3个女孩，我也不认识。我要早知道于杰会用那辆奥迪车做别的事，我绝不会把车交给他。那辆奥迪车是怎么来的？一个卖尸体的人卖给我的。卖尸体的？对方是什么人？怎么卖给你的？那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有人说他手里有具新鲜的尸体，要低价出售。尸体呢？后面呢？多少钱？什么意思？不要钱？一张红桃六。是的，我听道上的朋友说过红桃六这个代号，都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习惯把谋杀做成意外死亡。我当时有些害怕，也没敢拦住他，他就这么走了，把车和尸体都留下了。那，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全身伪装，根本看不清楚。身高和你差不多吧？和我差不多。尸体是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吧？是的。尸体是诈骗的这个人吗？对，就是这个人。你们把尸体弄哪儿了？卖给岭北一户人家，配银婚了。到底怎么回事？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到底要回来没有？没有，贾梅梅还是没找到。
你不会是跟贾明明串通好了耍我吧？怎么会呢？我耍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你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刘洪涛，咱们一起完蛋。放心吧，既然贾明明最近没有骚扰过你，就说明她已经把你放弃了，或者那个东西已经被贾明明毁掉了。事情是因你而起，你要是敷衍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说过，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先不说了。刘警官，你这么晚找我，是因为可可的事情吗？不是，是因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找到贾明明了，真的吗？可惜是具尸体。他死了？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找到的就是贾明明本人，尸体表面已经腐烂，所以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认尸。我？你们大学时候不是同宿舍吗？可可联系你了吗？啊，他说他在李浩哲家住挺好的，他们俩已经和好了，让我告诉你，让你以后别再干涉他感情上的事情。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我的同事一会儿过来接你。我先走了。哎，干嘛？晶晶，哎呀，杨晶晶，奶奶在那边呢。哎呀，奶奶巴不得听见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奶奶还没睡呢。晶晶，晶晶，不亲了，回头亲行吗？不行，回头亲，行不行？这么晚了，谁给你亲？哎，你那么紧张干嘛？你不会还偷偷和贾晶晶有联系吧？我看看。我可告诉你，别胡来，还没结婚呢。要是搞出什么事儿，咱可没法给人家家里人交代。赶紧让可可回她房间睡觉去。晚安，青青。奶奶，去睡吧，晚安。晚安。你们打扰了，进来吧。你们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儿啊？你们是为我姐姐的事儿来的吧？我已经把我所有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姐姐在哪。其实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一直没告诉你。最近你和你姐姐用 QQ 聊天，这件事我们全都知道。而且我们也已经抓住了那个用 QQ 跟你聊天的人。但是很可惜，这个姐姐
并不真的是你的姐姐，她是李浩哲。李浩哲？对。你知道李浩哲为什么要冒充你姐姐跟你聊天吗？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病，他想代替你姐姐照顾你。那我姐姐呢？我姐姐在哪儿啊？啊，对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另外一件要告诉你的事儿。不过你要稍微有点思想准备，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找到了你姐姐的尸体。不可能，不可能！那个尸体有可能只是跟你姐姐长得像而已，是不是你姐姐，我们还需要你亲自去辨认的。怎么了？静静，静静，别这样，静静，静静，只是去确认一下而已，未必就是你姐姐啊。静静，好了好了。要不，你先去看看。我只是他的同学。而你，是他的亲妹妹。今天，如果我走在你的前面，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后悔的。好了，静静，咱们一起去吧。要不过来看看？我不看，我刚才生我气。别，我陪你。小静静，你记不记得你姐姐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我姐姐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我想起来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看过，他的腰上纹了一只蝴蝶。确实有只蝴蝶。上次你说警察找到了贾明明租的车，贾明明整个人消失的很蹊跷，不得不考虑被人做掉的可能性啊。依然找不到贾明明，两人只能商量各种情况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找到东西，我就谁也不怕。能制约住上面那些老板，咱们的生意就不会有问题。好，那黄总，我先去了。多谢大师。自从开始接狱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观想自己是一具白骨，
观想女色是一句句白果，只要你坚持，就能摆脱色欲的诱惑。多谢大师教诲。这些东西今天我必须带走。好，哎呀，拿走，拿走，拿走，都拿走吧。这些东西确实是害我不浅呀。来，大师，慧茹，你怎么来了？我有要紧事跟你说。大师啊，实在是抱歉，这都说好了不接待女客户的，他自己闯进来的。善哉善哉，你好自为之吧。大师，您慢走啊！啊，大师慢走啊！我以后有时间一定去您的宝刹，再跟您学佛修佛啊！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我这正戒色呢。贾明明死了。啊？警方已经带我确认过他的尸体了。怎么死的？刘洪涛说他是被人杀死的。找到凶手是谁了吗？没有，已经死了1个多月了。来，我问你，警方没发现那个东西吧？暂时还没有。慧茹，你先别紧张啊。贾明明的死啊，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警方既然没找到那个东西，那就说明那个东西80%已经被毁掉了。他的死真的跟咱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东西怎么办？警方一定会调查贾明明的，任何跟他有关的事情一定会被查出来的。放心吧，我李兆祥在南石市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会把这件事情办得妥妥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啊！好了，佳人，我还有点事儿啊，你先回家。反正出了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哎呀，我知道，放心吧。你不知道你姐姐的腰上纹着一个蝴蝶吗？我以为姐姐的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可我没想到姐姐有这么多秘密没告诉过我。1个月前明明还好好的，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怎么会这样？好了，人死不能复生，该坚强面对的还是要坚强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的死查个水落石出。这个山洞在哪儿？就在那边。指给我看。带过去。你说的是那个山洞吗？对，就是那个山洞。装尸体的箱子就在那个山洞里。就在那个山洞里。师傅，
是这个箱子吧？对，就是这箱子。押回车里去。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个子比我稍微矮一点，然后斯斯文文的22、23岁的一个小伙子来过？就是这位顾客买了我们的箱子。想什么呢？走吧。没什么，让同事们进去取证吧，我还有点别的事儿。你知道我为什么允许你来祭拜你弟弟吗？因为我帮你们抓住了高文强这个鬼媒人。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弟弟，我能理解那种哥哥对弟弟的爱，因为我也是个哥哥，我知道那种手足之情是什么感受。可什么才是真正的手足之情呢？这种爱到底需不需要有原则？刘警官，其实我并不迷信，我也知道配阴婚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做一些事情，无非是自我心理安慰一下罢了。自从我有了配阴婚这个念头，我就想到了结果。这么做一定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只不过我认为这样做会让我觉得弟弟没有白死，而我没有白活着。我也知道错了，只不过被这个念头冲昏了头脑。我是一个警察，我必须要告诉你，任何爱都不能触犯法律，不能侵害他人，懂吧？明白了。走吧。你好。哎，我记得你不是来买箱子吧？你要是不买箱子就别捣乱，小心我还保人抓你。对，别误会啊。我是警察，我是来查案的。啊？对，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把我上回来看过的这个箱子帮我打开，好不好？好的。帮我在那边扶一下啊。真是一模一样的箱子。我问一下，你们这个箱子除了在这儿能买到，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卖吗？没有第二家了，我们这里是厂家直销。对了，我们每个箱子都有识别码，一个箱子一个识别码，只要是从我们这里卖出去的，对比一下识别码，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卖的。你说的是不是这个识别码？对，就是这个。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箱子是什么时候被卖出去的？哎，好的。哎，你帮我查一下。哎，就是11号卖出去的那个。谢谢。啊，还有啊，你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你那天说的那个50多岁的男人？肯定不是，这两个明显没有那么大年龄。那你确定你那天看见的男人有50多岁吗？我觉得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如果你能告诉我什么，那会帮助我们破案的。你当时问我的时候，那个客人才走没多久，我当时说是50岁左右，那就肯定没错。对对对，如果你想起什么来了，可以给我打这个电话。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先回去吧。奶奶，哎呀，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可是可可她还没有回来，我先表个态。
小可搬来我家住是经过我允许的。我觉着，对于年轻人的事儿，我应该积极的去处理，而不是消极的去反对。还有，可可没有和浩哲住在一起，这点请你放心。我老太太不是那不懂事儿的人。好的，奶奶。但是我今天是来找浩哲的，你就让我跟他说句话行吗？我可以做得了浩哲的主，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奶奶，还是我跟他说吧。你出来干什么呀？回去。浩哲，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警方已经找到了贾静静姐姐贾明明的尸体。不管你和她有没有感情，我觉得你都应该去看一看她，或者是和小可一起去看看她，毕竟你们是朋友。不行，我是不允许浩哲去看别的女孩的，不管他对那个女孩动没动过心。现在，他既然已经和小可好了，那件事儿就算过去了。你这个做哥哥的，也别再搅和了。好的，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先走了。回去吧。哎，你还想去看那个叫贾静静的女孩啊？我可告诉你，我只认小可是我未来的孙媳妇儿。你既然已经和小可好了，你就得给我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回屋去。知道贾明明尸体被找到之后，没有办法的李浩哲想到只能找老皮商量对策。喂，是我。怎么，想通了？刘洪涛找到贾明明尸体了。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专门来告诉我的。他怀疑你了？那倒没有。有件事我得告诉你。那个代号红桃6的人呢，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他发短信给我，说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什么？他暗示你什么？你有空吗？咱们见面聊。行，那工作室见。奶奶，我出门了啊。哎，等等，我说过，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去找那个叫贾静静的女孩。奶奶，我不是去找贾静静，我是去接小可下班。真的？真的，你要相信我。不是奶奶不相信你，是有些事情你自己要想清楚。可可是个好女孩，她既然能搬来咱们家住，就说明她对你是死心塌地的。请你相信奶奶的眼光。奶奶，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那好，你去接小可吧。
赶紧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皮律师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小公司，地址在龙源小区5号楼2单元8楼。你帮我查一查有没有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在这儿工作，要快啊！那个洪桃六是怎么给你暗示的？那你先说说吧，刘洪涛为什么告诉你贾明明的事儿？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假扮贾明明，和贾静静的 QQ 联系着，被刘老发现了。我早就说过你不听，是吧？你知道后果多严重？贾静静的姐姐是咱们俩弄死的，我怎么忍心天天看着贾静静为了找姐姐而着急呢？再说了，她身体本来有病，我必须要帮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害死你自己，你害死了我。你别忘了，她姐姐是你推下去的。这怎么还说是我推下去的？你哪只眼睛看着是我推下去的？那再者说了，你要不去抢那塑料袋，它怎么能掉下去啊？你不拿下东西不就没事了吗？那再说，你就在它边上，你拽它一把，它就掉不下去了吗？你别胡说八道啊！那谁胡说八道啊？你明明就是在胡说八道！我没胡说八道，你谁小点？我觉得你声比我大。我声音大吗？你声音大。好了，别激动啊，都会过去的，坐吧。行了，咱们俩别再为贾明明的事儿互相追究责任了。你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吗？洪桃六跟你联系，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要是告诉了你，谁知道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我不敢告诉你。咱们俩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是吗？那还说什么呀？好了。年轻人，消消气儿。我给你看样东西。皮律师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法人叫王向东，外号叫老皮，今年刚好50岁，有个4岁的儿子，在春雷幼儿园上中班。龙源小区5号楼2单元802房间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就老皮一个人经营，表面是给人提供法律帮助，实际上是个讨债公司。我查老皮工作室附近监控，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李浩哲最近频繁进出过老皮的工作室，两人神神秘秘的，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有没有老皮的照片？你给我发过来。你看，这个资料多重要！你是说这些视频是洪桃六放到你家门口的？啊，你看，这是他给我发的短信。马上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贾明明的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东西在我们手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这么说，贾明明小区监控室的管理员是被洪桃六杀死的。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帮助咱们俩躲过了一劫。还有啊，你给奶奶和小可那2封信，也是洪桃六放到我家门口的，目的呢，就是让我阻止你去自首。这个洪桃六到底是什么人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之前雇主让你找贾明明要的东西？我想的不至于，他不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去杀人，不会的。喂，可可，明天是你的生日，对吧？我想在家里给你过生日，你把李浩哲也带回来吧。我们摊上大事了，贾明明的尸体被发现了，我们的事情包不住了。我看，咱们去自首吧。李浩哲，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呢？好了，现在有人帮我们度过这个艰难，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帮自己呢？无论刘洪涛怎么调查，我们就是死不承认。我撑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刘洪涛已经猜到李浩哲与贾明明的死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作为可可的哥哥，他不想看到可可伤心，他想帮一把李浩哲。回来了。你确定你不是借这个机会找我算账？哎呀，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最大嘛。再说了，我能让你把他都带回家里来了，我还能怎么着啊？你们俩的事儿，我以后不再干涉了。而且我还想了，哪天和浩哲好好的喝2杯呢。行了，别站着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浩哲，快你也坐。这吃蛋糕之前，没有一桌丰盛的饭菜吗？什么丰盛的饭菜啊？我哪次做的菜你说过好吃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嘛，吃生日蛋糕最重要了。23岁了，不是个孩子了，再也不是那个躲在我身后的小姑娘了。你都长这么大了，可是哥哥呢，却还觉得你还是个孩子，老觉得是不是能再为你做点什么事儿啊？所以啊，最近我老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我是想的太多了。其实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安排和处理的都挺好的。尤其是昨天晚上，我和李奶奶聊过天之后，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你们的事情，我们做大人的就应该去积极的支持，不能消极的反对。所以，你们俩的事儿，只要你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以后绝对不反对。相反，我还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们维系好这段感情。因为我知道，你和浩哲是真爱嘛。哥，这么多年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我最愿意听到的，我真的很感动，我为你感到骄傲。好，好，好。哎，咱们给可可唱生日歌吧，好不好？来。浩哲，
知道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专门去你们家，告诉你贾明明尸体被找到的事情吗？你想让我带着小可去看贾静静，可我并没有去看贾静静。但是你还是出门了，对吗？因为贾明明尸体被发现的事情，你急于要和某个人交流。那个人叫老皮，对吗？你跟踪我，因为我想去看看你到底要跟谁谈这件事儿。我找老皮，我跟他交流贾明明的事情做什么呀？即便我们已经知道了装贾明明尸体的那个箱子就是在贾明明家小区对面的超市买的，我也真是没办法证明那箱子就是老皮买的。除非你告诉我，那箱子就是你和老皮买的。当然了，你出现在贾明明家小区的事情，你也跟我解释过，我没办法证明那就是事实。除非我找到那段丢失的监控视频。照你这么说，贾明明小区监控管理员的死和那段视频的丢失是跟我有关系了。不，这可不是你李浩哲能够完成的。你爱可可吗？爱。你爱贾静静吗？当刘洪涛得知你假扮贾明明和贾静静的 QQ 聊天的时候，你是怎么向他解释的？还能怎么解释？我可怜他呗。这话对他来讲没有用，你应该说你爱他，你爱他。我对贾静静只是同情而已。很好。有人说，真爱是藏不住秘密的。你同意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些秘密可以藏一辈子的。可我查这个秘密，会查一辈子。好了，我到家了，该下车了。我的话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可以去你们家吗？走吧。你奶奶在家吗？不在，她去石爷爷家了。喝了酒啊，这人就变得真实。人一真实，就能说实话了。来，好，那我陪你喝。唉，真是没想到啊，时间过得太快了。想想10多年前，那会儿刚当警察，有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现在想想，我心里还觉得很愧疚。那天呢，我开着车去执行任务，走到风景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交通警察正在指挥交通的时候，他可能是发现一辆出租车有点可疑吧，就把车拦下来了，让司机下车。谁想到那个司机非但没有下车，还拖着这个交警一直往前开。我看见了能不管吗？我开着车我就追上去了。那司机看到是警车拦住了他，无奈之下把车停下来了。可是那个交通警察呢，被他拖了足足有几十米远，人当时躺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我正准备下车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出租车突然起步，准备逃跑，但他因为自己打方向打得太急了，撞断了路边的护栏，一头栽到河边的河沟里去。那司机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断气了，后来一查，还真的是个黑出租。
那个司机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不停地喊他老婆的名字，他求我放了他。他说他知道开黑出租是犯法的，但是他没办法，他只能这样做。他如果不开黑出租，他就没钱去给他老婆买药，没钱给他老婆治病，他老婆就会死在家里。后来我们去查了，到他家看见他老婆躺在黑漆漆的出租屋里，奄奄一息，晚期尿毒症。她就等着她老公每天开黑出租挣的这点钱给她买药，维持生命呢。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俩人根本就不是夫妻。这男的追了这女的好几年，这女的死活都没答应。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女的认为她早晚都是个死，她害怕给自己的男朋友留下一个离异或者是丧偶的名声。感动吧？反正我当时是很感动。实话跟你说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很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哥，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你好，我是警察。那个时候我对警察如何破案特别感兴趣。你能不能带上我一起体验一下破案呀？待会儿我们的人会来找你录口供的。哎，但是你拒绝我了。可是第二天，我却遇到了老皮。我不放，我就不放，放手，就不放，松手，放手，不放，松手，松手，哎，松手，放手，不放，哎，把他摆开。有事说事儿，干嘛收老奶奶车子？没事吧，奶奶？他非法占道经营，影响市容，我们执法有错吗？奶奶，你先起来，来。老奶奶，占道经营肯定是不对的。我哪儿也不去，这人多，卖得快，我就在这儿卖了。哎，等等，能不能让我跟老人家聊几句？好的，你跟他说说吧。哎，老人家，你有个儿子叫肖伯涛，对吧？你家事儿啊，我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嘿，老人家的儿子叫肖伯涛，因为抽大烟啊，就败光了家产，自己也没工作啊。然后呢，在外面呢借了3、5万块钱啊。这追债的隔三差五啊，就到老太太家去要账。这儿子呢吓跑了，老太太也没钱呢，这不做点闲职，想卖出钱去，想替儿子还债。这样呢，这儿子不就能回家了吗？能够全家团聚了吧？对吧，老人家？奶奶，哎，我问你，你之前真的和老人家不认识吗？我真不认识啊！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个托呀？刘大妈，你又在这儿呢？其实你家的情况呢，我们片区正在研究，打算给你批一块合法的摊位，就让你在那块免费卖你的剪纸。就这几天的事儿，我跟你说，我就是让大家来一起帮大妈来销售来了，是不是啊？是。好。来了，钱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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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好，哎，对。哎，小伙子，你是干啥工作的？还在学校，是个学生。这么小的年纪就很热心啊！这些我全都买了，给100块。好。哎，你怎么把钱装自己口袋了？是啊，那我的钱不装到我的口袋。这是俺老奶奶的钱。哎，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哎，我是来讨债的。讨债？讨谁的债？
哦，是雇主派我来向你儿子肖波涛来讨债的。你儿子之前呢欠我雇主2万块钱，今天呢一共卖的是800，之前还了5000，还剩下14200。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算了，算了。老人家，这条你拿着，咱2清了。不是还有14200吗？哎，今天你卖的剪纸卖太便宜了啊！这车怎么也值15000啊，那可都是艺术品呐。这样，今儿他买走的可不是剪纸，那都是我的欠条，以后我跟他们要，啊，咱2清了，这您拿好。啊，谢谢啊。哎，我意外的竟然知道，老皮就是个讨债人。我以为讨债就可以体验到站在犯罪边缘那些人的生活状态。后来呢？哎呀，哎，你老跟着我干啥呀？你是干讨债的？啊，怎么着？你有债要讨啊？我想跟你学讨债，行吗？吴大学的高材生要学讨债？我对这些边缘人员的心理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我想学讨债，这样我就能多接触一些社会的边缘人员了。哎呀，你要这么说呀，看来我跟你啊真聊不到一块去。你忙你的吧。哎，你的业务现在做不大，是不是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做，没别人帮你，对不对？是啊，但是我还能应付得过来啊。我可以帮你在业务管理上和客户心理上提供一些专业的帮助。哎呀，这样跟我学讨债？对呀。我一条件。您说。你得跟我叫师傅。没问题，师傅。跟我干讨债可没钱。没关系。成，那我就收这年轻人了啊。老皮这个人好为人师，我的专业技能又能帮助他，所以很容易让他带着我一起去讨债。喂，浩哲，你在家吗？我在你们小区门口。有事吗？红桃六又给我发了个短信，说这屁股已经替我们擦干净了。他告诉我们，以后不要没事找事，否则后果自负。行，我知道了。这样吧，我想跟你碰个面，咱们见面呢商量个对策。你下楼吧。我现在下不去。你不下来是吧？那好，你要不下来的话，那我就上去了。哎。谁给你打电话？老皮。这酒啊，要少了老皮，还真差了那么点意思。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去一下卫生间。哦，卫生间在那儿啊。刘洪涛找到贾明明尸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专门来告诉我的。没事吧？没事没事。刘洪涛在你家吧？不是，一个朋友来看我。怎么了？哦，没什么，那我就不上去了。没事，你上来一起聊聊呗。我突然想起点别的事儿来。那样，待会儿那个短信呢，我转发给你。
你自个儿呀，也好自为之。好吧，那你先忙吧。这短信怎么解释？现在，你可以说说你们和贾明明的事儿了吧？那天，我跟老皮去讨债，欠债的人就是贾明明。老皮没有说你们去找贾明明要的是什么东西。我问了，他只是说贾明明拿了雇主一样东西，对雇主进行敲诈。具体什么东西，老皮说我不该知道，这是雇主的秘密，他要替雇主保守这个秘密。他没说雇主是谁？没说。谁派你们来的？姓黄的还是姓齐的？你说贾明明见到你们，问是姓黄的还是姓齐的派你们来的？对，我记得非常清楚。继续说。我要是不给呢？你敲诈我当事人已经构成了犯罪了。我当事人本来可以告你敲诈勒索罪的，但是牵扯到隐私问题，所以才派我们来调解。这样我们也就既往不咎了。小兄弟挺有意思啊，要不咱们去楼上谈谈，怎么样？来，坐姐这儿。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明白了吗？有，还真懂法。刚毕业的大学生吧？我保证，我当事人不会追究你任何责任。雇主给你多少钱，你师傅拿多少，落在你手上的又能有多少？我给你1倍的价格，你先帮我把你师傅搞定。你到底有没有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你这么帅气又有文化的小伙子，干点啥不好？跟着人要债？别说我的事儿。说你的事儿，姐是看你长得心疼，要不你跟着姐混，给姐当个小蜜什么的，姐发你工资，保准比你现在挣得多。你能不能尊重一些？别那么矜持啊！来，坐这儿。完了吗？干啥呢？哎，你干嘛？怎么样？要不然把你师傅也叫上来啊！你放开我！我不，我不想你走嘛！你放我不，别碰！不，放开！没拿下。没事啊，看我的，我教你，走。哎，不管用什么办法，但没违法啊。相信我好了。走。哎呀，贾女士，我看你穿这样，我冷。怎么样？我这徒弟
我这个法律常识给你普及了吧？你看，我们收了雇主的钱，那总得做点什么吧？我给你们5000块，拿着钱走吧。知道你们多不容易，我也不想亏你们。哎呀，你这是拿着我们当诈钱的了，是吧？哎呀，我还有事儿，钱你们爱拿不拿，东西我是不会给你们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你看我们拿着钱了，事儿没给人办成，收了你的钱，这叫什么？吃里扒外。我看你呀，还是拿出来啊！你要不拿，我们可自己拿了。别烦了，你要的东西在第2个抽屉。在第2个抽屉。看来贾明明知道你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不让你们乱翻他真正的秘密。对，看得出来他很担心。喂，小黄，你马上带几个人到老皮儿子上的那个幼儿园找他，见到人马上拘捕起来。回头我再把情况告诉你。嗯。继续说。师傅，是这个东西吗？密码多少？我也不知道密码。我看你不像是个做正常生意的人呐。你千万别告诉我你是卖手机卡的。我给你们把密码打开，你把塑料袋里的东西还给我。这个不能让你们看啊，我这有规矩的。哦。是我们要的东西。你没有看见那个 U 盘里存的是什么？当时老皮挡得特别严实，我什么都没看到。你说贾明明的抽屉里有2部手机和很多手机卡。是的。你刚才说他很在意这些东西。非常在意。后来他出事儿，就是因为老皮拿了他的那些手机卡。怎么死的？你说具体点。告诉你，这东西我先拿着，等我真正确认了没有备份，我再还给你。老皮，私闯民宅已经违法了，你这是敲诈，我不能再跟你犯法呀！哎呀，你不知道学讨债吗？学讨债就是这样的。你要再坚持，我就报警了。别报！哎，你不能报，不是开玩笑的。放开我！放开！哎，你不能报，不是开玩笑的。放开我！放开！放开！别动！放开！把枪拿回来！放开我！放开！哎！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这么说，装尸体的箱子就是你和老皮一起在超市买的？我们俩谁都不愿意收这尸体。你说你郝哲，你是个学法律的，为什么不报警？我也不想这样做的，但我知道很多事情我说不清楚。我要报警。你找死吗？生怕公安不知道你杀人了吗？什么叫我杀人了？那你当时拉住他脱离不了关系，谁能证明是我推的，不是你推的呢？啊，你干嘛不拉住他呢？那我报警，让法医来鉴定。法医可以鉴定事实，但是法医撇不开你和这事的关系。法律不会冤枉好人的。你这么做可以，你想过你家人的感受吗？
他是什么人？他能勒索别人，这说明什么？一般人的抽屉里面有这么多手机卡吗？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背后一定有个有强有势的犯罪分子为他撑腰。你去自首，你去坐牢啊！你没得出来呢，就被他弄死了，知道吗？不但整死你，整死你家人，还有你的女朋友。他是个坏人，你只不过打死一只苍蝇。可我们呢？我们是好人呐，好人就得有好报啊。好人为什么替坏人负责呢？为什么死了一个坏人，要毁了2个好人的生活呢？这不也是没道理吗？他是自己摔死的，为什么拉着咱俩垫背呢？放松，放松。处理尸体的主意是谁出的？老皮。后来，老皮找到了贾明明准备好的行李箱和当天出国的机票。看，他连行李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行李和他的尸体一块运走。只要见不到尸体和行李，他熟悉的人就会以为他去了新加坡。然后咱们再把房间搞干净，又没人知道贾明明死了，没有报案，自然就没有警察破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是很难取证的。你懂我的话意思？懂了就点点头啊。后来老皮又找到了贾明明的车钥匙。随后我们俩去超市买了一个大号的行李箱，把尸体装了进去，就用贾明明的车把尸体运出了公寓。你们把尸体弄到哪儿去了？我们俩开着车，在3环上绕了5、6圈，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车停在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里面。我们俩1天没吃东西了，想着先去吃点东西，结果等我们再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车跟尸体都不见了。车呢？不见了。对，地上只有一张红桃六的扑克牌。是这种吗？对，就这张，一模一样。现场留下的那张你保留了吗？知道保留证据，不错。那贾明明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现在在哪儿？一部分在老皮那儿，一部分在我这儿。你拿了什么？这个是贾明明生前很重要的物品，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搞懂贾明明的背景，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擅自处理，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先保存着，先放我那儿，好吧？不行。怎么了？谁知道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又不相信我是吧？你做过让我相信你的事儿吗？那你说怎么办？分开保管。好，好。来。
那2部手机呢？那2部手机应该在公安局的政务室放着呢。这么说，是你和老皮一直在假扮贾明明，所以我和老皮才能3番5次的从你的手里逃脱啊。你就是用这些手机卡假扮贾明明和贾静静取得了联系，是吗？我和贾静静联系，就是因为贾明明是我和老皮弄死的。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天天晚上做噩梦，非常痛苦。我知道，这是一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在一直折磨着我。后来我又知道贾静静得了那种病，这种罪恶感就与日俱增。可以想象，贾静静没有了姐姐，失去了亲人的照顾，失去了自理的能力。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有一天贾静静突然死了，我也会认为是我间接的害死了她，我的手里就有2条人命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代替贾明明来照顾贾静静。爸爸怎么又来晚？哎呦，爸爸有事情啊，爸爸以后不会了啊。爸爸给你做好吃的，你打开这，哇，那么多好吃的，啊！哎，上车，哎，去哪儿啊？公安局家属院。好嘞。你们和齐慧茹交易的那100万现金哪来的？是老皮用贾明明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从银行取的。卡里一共有多少钱？记得第一次取的时候，卡里一共是1108块5毛。这么说，是后来有人往这个卡里打了钱？是的，就是我跟老皮为钱发愁的时候。是老皮手里的那部手机收到的短信？对，那个手机现在还在老皮那儿。会有人一次性往贾明明的卡里打这么多钱，真是不可思议。你现在知道贾明明的背景有多复杂了吧？走，乐乐，哎，下车，跟爸爸回家。哎，哎，真乖啊！啊，对，师傅，等我一会儿啊，待会儿送我去火车站。我是公安局的，有些话我不想当着孩子面说。我们怀疑你跟一件案子有关，跟我们回局里坐一会儿吧。贾明明家小区视频监控管理员的死，跟你和老皮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老皮收到了不知道什么人寄给他的一张光盘，光盘里面的内容就是丢失的那一段监控视频，还有一张红桃六。光盘在哪儿？也在老皮那儿。也就是说，这个代号红桃六的人一直在给你们擦屁股。老皮转发的短信，你也看到了。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帮你们？